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桃子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小胖墩系列玩偶鸡仔款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。这款玩偶由主体和配饰两个部分组成，先钩织主体部分，然后制作并安装各个配饰。主体包含身体、腿部和手臂，分别钩好后再进行组装。先学习身体的钩织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、逆时针绕圈钩织。钩织过程中需要加入填充棉。先来认识一下表格，表格中用 R 加数字表示圈数，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，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，以及加减针的情况。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，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。用到的针法有 X 短针、V 短针加针、锁针和引拔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这款产品有云朵儿版和手编2号版，其中云朵儿版在使用云朵儿线材钩织时，为1根线进行钩织；手编2号版在使用手编2号钩织时，为2根线，并成这样1根线进行钩织。取线时，可以在线团外面和线团中心分别取1根线。这里我以云朵儿版为例进行演示。在正式钩织之前，先来学习钩边的基本姿势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这里我用其他颜色的线做演示。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我们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单环起针，右手拿起线头，在左手小拇指上绕一圈，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，接着用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，右手拿起钩针，放在线的下方，逆时针绕一圈，钩针上形成一个线圈，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线圈稍微拉大，把钩针放在线的左侧，绕线将线钩出，继续捏住线圈，保持大小不变，这样单环起针就完成了。开始钩第一圈，表格中 R1 是 8x，x 前面的数字是几，就钩几个短针，没有数字默认钩1个短针。这里表示在起针的线圈里面钩8个短针。钩之前先立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绕线将线钩出。短针的起立针不算一针，因此在表格中没有标明。实际绕圈钩织时，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，每一圈的开始都需要钩起立针，并且短针的起立针不算一针，后面就不重复说明了。下面钩短针，钩针穿入大洞，钩针放在线的下方，将线钩出。这时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2个线圈，1个短针就钩好了。对应右上方有这样一个 V 字形的辫子，
这个就是短针的针目，在这个针目上扣记号扣做标记。接着钩第二针，穿入，将钩针放在线的下方，将线勾出，然后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又一个短针就钩好了。这一圈一共需要钩8个短针，继续钩完剩下的短针。3、4、8。完成后，收一下起针的线圈，拉紧线头，收紧织片中心。接着在这一圈第一个短针针目上钩引拔针结束，也就是记号扣的位置，穿入，绕线，将线勾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引拔针完成。连接的引拔针不算一针，需要拉紧，以免后面多钩。引拔针同样在表格中没有标明，实际绕圈钩织时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，每一圈的结尾都要钩引拔针并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继续钩第二圈，这一圈是8V，前面的数字是几，就连续钩几个短针加针。同样，如果前面没有数字，就默认钩一个短针加针，这里也就是钩8个短针加针。钩之前，同样先立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接着钩一个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针目钩2个短针，穿入上一圈第一个针目，也就是刚刚引拔的同一入针位置。钩织时，把线头放在钩针的上方，边钩边藏进去。1，在这一针上扣记号扣标记。往后的每一圈，第一针都要扣记号扣做标记，大家不要忘记。2，这样就完成了一个短针加针。继续在左侧针目钩短针加针。如果看不清针目，大概对应位置入针。注意收线头。1、2，又一个短针加针完成。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在剩下的针目中依次钩短针加针。最后一针完成后，
在第一针针目上钩一个引拔针连接，穿入第一针针目，绕线将线勾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引拔完成，拉紧。这样第二圈就完成了。起针的线头已经长了一圈，如果还有剩余，可以剪断，也可以不用处理，作为填充物。有起针线头的这一面是反面，另一面则为正面。我们在正面扣记号扣做标记。后面钩织时均是正面朝外。下面钩第三圈，表格中 R3 是括号 xv 乘以8，这里的小括号表示为一组，乘以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，这里表示括号里的针法重复8次。先钩第一次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上一圈的第一个针目钩一个短针，一道记号扣到这一针上，接着在相连针目上钩一个短针加针，这样就完成了一次括号里的针法。我再演示一次，先钩一个短针，再钩一个短针加针，这是第二次。接着再重复6次这样的针法，把这一圈钩完。最后一针完成后，与第一针针目引拔连接，拉紧，这样第3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4圈，这一圈同样是小括号里的针法，重复8次。先钩第一次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在第一个针目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在左侧针目钩一个短针加针，接着在相连针目钩一个短针。第一次完成，大家继续将剩余的7次钩完。最后一针完成后，与第一针引拔连接，拉紧，这样第4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我教大家数圈数的方法。可以看到，织物表面有一圈一圈这样的纹理，一个纹理表示一圈。数一下纹理：1、2、3、4，
表示现在勾了4圈，这个就是数圈数的方法。后面的第5圈到第14圈用到的针法，在前面都有详细演示过，加减针情况说明所表示的意思都与之前类似，大家只要按照表格的针法顺序对应钩织即可。其中不加不减的位置表示挑上一圈的针目，一针对应一针钩短针，不需要加针。往下大家参考表格中的针法，将第5圈到第14圈钩完。钩织时不要忘记钩开始的起立针和结尾连接的引拔针。大家看，这就是第14圈完成后的样子。接下来钩第15圈，先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不加不减钩5个短针。接着看小括号里的针法 K， 表示空针，也就是跳过一针不钩。在左侧第2针依次钩6个短针。这样括号里的针法就完成了1次，往下再钩6次。完成后还剩下2个针目，跳过一针，在最后一针上钩一个短针。完成后与第1个短针针目引拔连接，拉紧，这样第15圈就完成了。后面剩余的圈数，大家参考表格中的针法将它们钩完即可。钩织过程中，注意塞入适量填充棉，不要塞得太多。最后一圈完成后，钩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15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，将线头拉出，拉紧，然后穿入缝针，接着像这样依次挑针目的一根线，依次拉紧，然后将线头打结，将线头藏到织物里面。大家多藏几针后，剪掉多余的线头。
这样身体就勾好了。勾好后可以将记号扣取下，也可以到最后统一取下。下面来制作腿部，来看成品。腿部共有2条，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、逆时针绕圈钩织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大家先对照表格将前2圈勾好，这里我已经勾好了。下面来勾第3圈，先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依次勾3个短针。剩余的针目不用钩织，勾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2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这样一条腿部就勾好了。注意将正面翻过来。往下，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再勾一条腿部。下面来安装腿部，这里我用小样讲解。腿部安装在身体第7到8圈处，之间间隔6到7针。身体引拔位置在后方，腿部缝在前面。将腿部第3排的这3个短针从2侧偏下方一点，缝合前可以先用记号扣固定一下，这里我已经固定好了。我先演示左腿，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沿着腿部边缘缝合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即可。完成后打结长线，这样左腿就缝好了。右腿按照相同的方法将它缝好。到这里，腿部的制作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制作手臂，来看成品。手臂也是相同的2条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TV、中长针加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首先，锁针起针，左手挂线，右手持针，逆时针绕线，左手的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，交叉的位置，把钩针放在线的左侧，绕线将线勾出。起针的这个结不算一针，
稍微拉紧，调整线圈大小。接着钩3个锁针，这样起针就完成了。开始钩第1排，到2表示从倒数第2针位置开始钩织，钩针挑起倒数第2个锁针，外侧的半针，钩一个短针，接着调左侧锁针，外侧半针，钩一个中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在第1个这个锁针上钩2个中长针。先来钩第1针，钩针绕线，穿入，将线钩出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1个中长针就钩好了。在同一位置再钩1针，钩针绕线，穿入，将线钩出，再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这样又1个中长针就钩好了，中长针加针就完成了。最后钩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2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这样一个手臂就钩好了。往下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织1只手臂，这样手臂的钩织就讲完了。下面将手臂缝到身体上，在腿部上方间隔4圈位置，缝合时将手臂稍微倾斜一点，形成这样抱抱的形态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将手臂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这里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缝合牢固即可。完成后，藏好线头，取针的线头也藏好。最后可以将手臂和身体粘贴一下，这里我就不粘了。这样一个手臂的制作就讲完了。另一个手臂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在腿部上方对应位置缝合即可。这样手臂的制作就讲完了。到这里主体的制作也就全部讲完了。下面来制作配饰，来看成品。配饰包含五官、帽子、围兜、脚和尾巴。先来制作五官，由腮红、眼睛和嘴巴组成。首先制作腮红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、逆时针绕圈钩织，用到的新针法有 T 中长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先环形起针，接着钩第1圈，先立2个锁针起立，接着在这个线圈里钩11个中长针。
最后一针钩好后，收好线圈，然后预留5厘米线头剪断，将线头拉出，接着将起针的线头放到正面来，然后进行收针，将线头穿入缝针，将线头穿到反面，也就是起立针左侧的这一针，再从最后一针针目中穿到反面，稍微拉紧，这样收针看不出引拔痕迹，织物比较美观。然后将2个线头预留一点剪断，这样一个腮红就钩好了。大家按照相同的方法再钩一个。下面安装腮红来看成品。腮红是粘贴在手臂上方偏里一点的位置，反面朝外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取出一个腮红，先将胶棒用打火机或者蜡烛融化后涂在腮红的反面。如果有胶枪，也可以将胶棒放入胶枪中预热后使用。预留的线头一起粘在里面，这样一个腮红就粘好了。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另一个也粘好，这样腮红的制作就讲完了。接着制作眼睛，钩织方法与腮红类似，只是针数不一样。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，将眼睛钩好。钩好后预留一点线头断线即可，然后在上面绣制眼白。每只眼睛上各有大小2个眼白，大眼白在上方针目边缘绣制，小眼白在大眼白下方偏右一点的位置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首先剪取一节对应线材，抽取其中的一股，穿入细针，对折将结尾打结，先绣制大一点的眼白，在织片的正面固定线头，接着将针穿到织片的反面，在这一面绣结力绣作为眼白，用左手大拇指压住缝针，将线在缝针上
绕5圈。大拇指压住线圈，将缝针拉粗，拉紧线头，接着从相邻位置穿入，这样一个大眼白就绣好了。接着绣至小眼白，将针从对应位置穿出，小眼白只需要在缝针上绕1圈。然后将线在相邻位置穿到另一面，线头在这一面打结藏好。这样眼白就绣好了，一只眼睛也就制作好了。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另一只眼睛也制作完成。完成后将眼睛粘到主体上，在腮红旁边偏上方一点，稍微压住一点腮红。同样预留的线头一起粘在里面，大家将其粘好。粘好后，用同样的方法将另外一个也粘好，注意眼白的方向是一致的，这样眼睛的制作就讲完了。接着制作嘴巴，来看成品。嘴巴采用锁针起针，沿着起针逆时针钩织，针法都有演示过。钩完后预留20厘米的线头断线，大家对照表格将它钩好。下面将嘴巴缝到身体上，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这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缝合前将嘴巴沿着中间对折，正面相对，然后将这一端缝合一下。然后将嘴巴缝到身体上。缝好后，将线头藏好。
将起针的线头也藏好，这样嘴巴的制作就完成了。到这里，五官的部分就全部讲完了。下面制作帽子，来看成品。帽子由主体和叶子组成，先钩织主体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、逆时针绕圈钩织。钩完后，在帽子反面绣制线段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先环形起针，然后钩第一圈，完成后收好线圈，然后引拔连接。先将起针的线头放到正面来，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钩好了。后面的圈数大家对照表格钩织即可。钩完后预留3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帽子完成后的样子。接着来绣制线段，剪取30厘米的对应线材，穿入缝针，将帽子反面翻朝外，然后在上面绣制米字形线段。先在正面打结长线，然后将针从中心穿出，然后从最后一圈任意针目穿入，接着再从中心穿出。这个线段相对的这个针目穿入，中心穿出，继续绣制。注意线段不要拉得太紧，以免把帽子拉变形。
完成后，在正面打结长线。这样，帽子主体就完成了。下面钩叶子，叶子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先锁针起6针，然后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先钩2个短针，一个引拔针，接着立3个锁针起立，然后从倒数第2针依次钩2个短针，接着遇到图纸上标红的引拔针，这一针钩在刚刚引拔的同一位置，也就是这里。然后在剩下的这2个锁针上分别钩一个引拔针。完成后，预留15厘米的线头断线。这样叶子就钩好了。下面进行缝合，先将叶子和主体缝合起来，缝在有线段的这一面中心位置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即可。在正面打结断线。将起针的线头也穿到另一面藏好，这样叶子和帽子就组装好了。下面将帽子和身体缝合，来看成品。帽子缝在身体上方，前面大致与身体倒数第2圈对齐，后面大致与最后一圈对齐，沿着帽子边缘1圈进行缝合。注意，将帽子的正面朝前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先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缝合前可以先将帽子用记号扣固定一下，然后沿着帽子1圈进行缝合。
完成后打结长线，这样帽子的制作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制作围兜，来看成品。围兜由2个部分组成，先制作第一部分。第一部分由主体、花朵和叶子组成。先钩织主体，采用锁针起针，沿着起针来回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A 短针剪针，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先锁针，起对应的针数，然后从倒数第2针开始钩短针，钩完这一排。下面来钩第2排，先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表示翻转织片，先钩一个短针剪针，注意翻面后针目在左上方的位置。钩针穿入左侧针目，将线钩出。这是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，继续在相邻针目再钩一个，穿入将线钩出。这是第2个短针的未完成针，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。这样一个短针剪针就钩好了，往下不加不减，钩对应数量的短针，钩到这一排倒数第2针前，现在还剩2个针目，再钩一个短针剪针。现在左侧2个针目分别钩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，又一个短针剪针就钩好了。这样第2排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3排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然后一一对应钩短针，钩完这一排。完成后第3排就钩好了，往下大家对照表格将第4到5排也钩好，钩好后预留线头正常断线即可。下面来钩第6排，将织片的起针朝上，可以看到起针的锁针还剩下这样2根线。这一排就是条这样2根线钩织的。先调起针的第1针，剩余的这2根线进行接线。将线钩出，接线完成，然后立一个锁针起立。
先在接线的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，往下调起针，剩余的2根线依次钩短针。钩织时注意收线头。钩完起针处，旋转织片，挑侧边1到2根线，钩中长针加针。接着挑相邻的侧边，钩一个引拔针。我们把这个中长针加针和一个引拔针看作是一组，往下就是钩织，重复这样的一组，一直钩到这个侧边。具体组数没有要求，钩完后保持织片平整即可。遇到针目时就挑针目钩织，后面遇到线头时注意收线头。钩完后预留25厘米的线头，断线。接线的线头和起针的线头可以剪断了。这样主体就钩完了。下面来钩织花朵，来看成品。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取出对应线材，先环形起针，然后立2个锁针起立，接着挑倒数第2个锁针，钩一个引拔针，然后挑起针的线圈，钩一个引拔针，接着再立2个锁针起立，挑倒数第2个锁针，钩一个引拔针，再挑起针的大洞，钩一个引拔针。我们把2个起立针和这2个引拔针看作一个花瓣，一共需要钩5个花瓣。我们把剩下的3个钩完。完成后收好线圈。
钩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一点线头断线即可。最后在这个花朵中心粘贴一颗半珠。下面将花朵粘贴到主体大致中心位置。这样花朵就完成了。下面绣织叶子，用举叶绣的方法，剪取一节对应线材，穿入缝针。先在主体反面打击长线，然后将针从花朵旁边穿出，再穿回到线头位置，在距离花朵大约 0.5 厘米处出针。注意这个出针位置到线头的距离就是叶片的长度。将线像这样压在针的下方，将线拉出。稍作调整，在线圈外面入针固定。这样一片叶子就绣好了。往下在对称的位置，用同样的方法再绣制一片叶子。完成后，在反面打击长线，这样叶子就绣好了，第一部分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二部分，先起针钩锁针，然后与身体第14圈比对。
能够围绕这一圈与身体贴合。如果太长，可以拆掉几针；太短，可以再钩几针。差不多后，将锁针圈起来。挑第一个锁针，引拔连接。注意锁针不要扭起来。下面来钩第一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往下挑锁针的一根线，钩短针，钩完这一圈。完成后预留一点线头剪断。将线头顺着反面的纹理藏好。这样第二部分就钩好了。下面将这两个部分组装起来，将第一部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将第一部分较直的这一侧与第二部分的起针缝合起来，将第二部分放在上方，引拔针的位置放在后方。完成后，将线头在第一部分反面打结藏好。这样这两个部分就组装好了。下面将围兜套到身体上，第二部分与第14圈针目对齐。
可以均匀的找几个点，用胶棒固定一下。这里我就不固定了。到这里，围兜的部分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制作脚，来看成品。脚也是有相同的2只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，沿着起针钩织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首先锁针起6针，然后从倒数第2个锁针开始，钩3个引拔针，剩余的2针先不钩，再立3个锁针起立，然后从倒数第2个锁针开始，钩2个引拔针，接着遇到图解中第1个标红的引拔针，这一针是钩在刚刚这3个引拔针的最后一针的入针位置，也就是这里。完成后再立3个锁针起立，从倒数第2针往回开始，钩2个引拔针，然后遇到第2个标红的引拔针，这一针的入针位置和刚刚标红的引拔针入针位置一样。最后挑剩下的这2个起立针，分别钩1个引拔针，完成后钩1个锁针固定，预留一点线头剪断。如果线头太长，将2个线头预留一点线头剪断。这样脚的钩织就完成了。完成后将脚粘贴到腿部的起针处，正面朝上。粘贴时将线头也一起粘好，大家将它粘贴好，这样脚的制作就讲完了。最后来制作尾巴，来看成品。尾巴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逆时针钩织。大家对照表格将它钩好，钩好后预留20厘米的线头断线，然后将尾巴捏扁，缝在身体后方第7圈的位置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牢固及格，大家自行将其完成。这样尾巴就讲完了，到这里配饰部分就全部讲完了。到这里，这款玩偶的制作就全部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制作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